I don't want it. We listen to some of the things they say. We hear them very clearly. They say, I don't want it. We'd like to make you the next supreme leader. No, thank you. I don't want it.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援助，乌克兰无人机专家进驻中东，土耳其埃苏丹谴责以色列，胡塞武装导弹参团，德国防长访日要加强安保合作，这仗越打越有意思。大家好啊，我是更新快的令人震惊的星辰。过去时政区讲段子，大家都骂你是营销号，政治娱乐化，但现在再看川普，我编段子都编不出这么离谱啊！3月27号，川普直接王莽附体，硬改霍尔木兹海峡为特朗普海峡，随后又声称伊朗想让自己担任最高领袖，但他拒绝了。我还看到这条震撼我心的银经：盟友误击美军飞机可以被拆成2份，我们的导弹击落了飞机，赢；我们的飞机被导弹击中，但飞行员没死，双赢。请注意，这是董王原话。哎呀，我是真烦的整活太快，又怕哪天他恢复正常不整活了，那我们吃什么呀？那美国到底赢了多少呢？转发加点赞，这就是治国，听赢王说。美伊战争已经1个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美国总统，眼看把伊朗高层清洗的比洗地机洗过的地板地还干净，说到洗地机，这里给大家推荐不好意思啊，职业病犯了。伊朗非但不投降，反而卡住全球能源咽喉，没事刷火箭。国内民主党也密谋中期翻盘，内忧外患，强敌环伺，你怎么办？像天兵突袭德黑兰的打1，准备谈判输一半的打2。先帮大家铺垫一下战场信息啊，感觉参战方真是一对笑面虎，两头乌脚鲨。伊朗一茬一茬送高官，以色列更嘚儿啊，前脚吃完波斯大导弹，后脚就让国防军去黎巴嫩啃沙子。美国呢，正在一茬一茬送战略装备，继F-15被误击 ，F-35屁股脑震荡，扑噜爪加萨德被毁后，3月25号，美军一架 F-18在伊朗上空被击中，仅仅3天后，又一架 E-3预警机在沙特基地被导弹摧毁。要知道这玩意儿啊，单价7亿美刀，这一下真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呐！不知道的还以为川普是在致敬好哥们普京呢。这次袭击的现场反图堪称惊艳，飞机上最值钱装有雷达等精密仪器的机屁股直接没了，完全没有修复风险。怎么说呢？这种360度多角度高清效果图能这么快流出来，可以说已经是毫无军纪可言了。更搞笑的是，死法还是以史诗级瞎猫碰死耗子的概率，被导弹拍死在滑行跑道上。为啥会这样呢？考虑到朗子手搓导弹的精准度，加上之前宣传战果只有加油机，估计伊朗也是看新闻才知道自己中奖了。那么除了哈梅内伊在天上发功外，唯一可能就是收到导弹预警的 E-3紧急起飞避险，结果闪现接大招，一头撞上导弹了。这也太抽象了， E-3少杀不该这样啊！预警机这种高价值目标一直是空战核心，怎么也得20架10爷佯动吸引护航机群，然后16D爷电子战压制5架20爷率陆海空群突袭地面防空，最后400公里外的霹雳17一发入魂吧。结果就这，老子苦练10年枪法，结果你被人家一玻璃瓶囊死了是吧？还附赠5架加油机。众所周知战机越多，被击落的越多，被击落的越多，战机越少，所以战机越多，战机越少。自此天下有敌的帝国空军有且仅有16减1等于15架剩一物，且平均机龄超40岁。声明一下，本人强烈谴责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请注意啊，E-3生产线早关了，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啥？你问接替的E-7预警机去年难产，刚让海排长给砍了，天兵准备搞太空天机预警，就是不知道赶不赶趟啊。当然了，还是有好消息的，先堵厕所再烧洗衣房的福特号航母终于不用打仗了，撤到克罗地亚休整，并启动火灾事故调查，预计维修可能导致停航长达1年。谁能告诉我福特号服役了多久来着？同时，布什号正在赶往中东，而据华盛顿邮报消息，美国在史诗狂怒行动中已使用约850枚战斧导弹，超过伊拉克战争总和。补充这些导弹需要数年。没想到鹰将大毛这俩冷战双子星原本都准备杀鸡儆猴啊，结果都在跟鸡对酒消愁，图啥呢？图160吗？按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身为美利坚大统领的董王在忙啥呢？答：任职未班而营到发电。别去看到的，让雨景积成碎片，让世界重复美利坚又赢一天。盟友旁观不派军舰，
伊朗谈判拉不下脸，故事那条折线，虚实真假难分辨。等不及要天兵良剑，一场中谈旧日再现。扎哈梅不后悔，强势又必须绝对。饮血必须体面，盟友先给我道歉，没你捣乱，我早已带兵凯旋。国会里面，民主党有法典，再阻碍，爱谁就地处决。追击也要体面，天兵无敌这些年，时有美月，撑着霸权的画面，别让治国耽误赚钱，下台之前再赢3年。鲁迅说过，这世上有3大最不可靠的东西：川皇的嘴、霍金的腿、梁子的腹肌、造苗的美。之前咱调侃董王啊，信用分扫充电宝够呛，这次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不好意思啊，别说充电宝了，缅甸诈骗犯都比他讲信用。继去年365天365营的唯物营学到我们严的受不了的特惠营哈，现在的董王忙着直达天象镜，开始唯心营学。想找支持者咋办呢？打我说是就是。到底哪位前总统自称后悔没打伊朗一案还没清？25号川普又来了句，我听说前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支持对伊朗动武。面对这口巨锅，退休在家的老布连发数帖否认3连，没有，陛下说绝不支持啊，口嗨笑转之，处处编。好消息是，川普管你这那，无论内政外交，张口就赢，有多离谱呢？20号，董王怒气冲冲发最后通牒，要求伊朗限期48小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摧毁全部发电厂。仅仅1天后，他直接单方面发文称伊朗已经灭亡。现在美国最大敌人是激进左翼和无能民主党。眼看48小时通牒要到期更戏剧性的转折出现了，他居然改口将通牒推迟5天，理由是与伊朗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不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歇会儿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让全球金融一片哀嚎，伊朗赶紧跳出来打脸，与美国没有任何接触。仔细想想，如果我当白宫发言人，解释都想好了，川皇造个谣，逼着伊朗出来反驳，这怎么不算谈判呢？别急，还有高手呢24日，董王再次单方面宣布，伊朗送给美国一份价值连城的厚礼。啥礼呢？答：允许1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查了下，其中8艘挂的还是巴基斯坦国旗。伊朗送给特朗普一份厚礼，川皇表示感谢，这就是成语厚礼谢的来源。等到5天过去了，最后通牒第2次到期后，董王又宣布应伊朗政府要求，将最后通牒延到4月6号。理由很简单，伊朗恳劝我达成协议，政府不敢直说怕被干，美国赢得太彻底了。结果当天革命卫队果断彻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属于你说谈判很顺，他说我的刀钝。最新消息是川普已经明牌，最大愿望是夺取伊朗的石油，同时又表示与伊朗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的谈判很顺利。什么叫谈的顺利呢？答案是伊朗态度好，让董王感到尊重。那董子认为伊朗态度好的依据是啥呢？答案是伊朗让巴基斯坦运了20船石油应急。不是，这他妈是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事啊，跟你美国有毛关系啊？我一查原来周一了，股市要开盘，董子又在手绘 K 线。好吧，难崩的是相较于以往的好消息，这次市场反应冷淡，纽约原油象征性跌了2美元，只能说狼来了还是太权威了对了，这段30号在空军1号上的采访还有无数乐子，比如记者最关心的和伊朗的谈判，董王3句话直接给记者干沉默了。And we will probably, I think we'll make a deal with them, pretty sure. Whether it's possible, we won't. 马上接新活。面对询问伊朗问题的记者，董王开始自顾自介绍白宫新宴会厅，期间还有诸如伊朗政权已经更迭2次，民主党都是恐怖分子等等节目效果吊打春晚。哎呀，把国家信用当个人遮瑕膏，把国家机器当外交脱口秀，这就是当今世界第1强国总统在2026年交给全球的一堂纸老虎现形记。
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难道董王是老年痴呆了？不太可能啊，大概率还是身边有奸臣呐。据 NBC 新闻消息，自美伊战争开打后，军方每天都会为总统制作一段2分钟视频简报，展示48小时内美军对伊朗规模最大、战果最辉煌的打击画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给陛下汇报工作，自然要挑他爱听的说，对吧？经典案例包括自认乱非以清、雄武盖世的广神，还有安史之乱初期的玄宗，以及自觉众望所归可以称帝的袁世凯。也不知道董子手里的简报怎么说的啊？3月14号，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5架美军加油机遭袭，董王对此呢矢口否认，称4架加油机几乎没有损坏，到底损没损坏咱也不知道啊，反正之后一直没动窝。27号被伊朗的第84波导弹在同一位置跟预警机一起送走。好，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关键的问题。川普喜欢赢，而信息茧房会让他更自信在赢，越赢越想赢，最后就会出现打仗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对电脑画条线的错觉。更致命的是本届的 MAGA 忠臣在洪老头这块呢，堪称赵高加杨国忠加王震集合体，我看了都迷糊啊。比如把国家安全会议开成大型马屁现场，请看 VCR。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on border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is a national miracle that will be studied not only for generations but for centuries to come.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Steve. See if you can top that. And for me, a first-generation Indian-American kid whose parents fled a genocide in East Africa to become the 9th director of the FBI, I'm living the wildest dream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sir. But it's thanks to you. 白宫内阁会议上，贺表比这还离谱。请注意啊，不是去年的旧新闻。内政部长要为川普在委内瑞拉立一座雕像，理由是特朗普是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一样的人物。国务卿卢比奥喊话各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让世界更美好。卫生部长小肯尼迪称特朗普是天才，比我叔叔肯尼迪总统还厉害。还有国防部长、美国中东特使等一众高官争相 kiss 特朗普的 ass， 这也太像进步了吧？就这台词一字不改都能拍部电视剧啊！名字我都想好了，是总统，你们就说看不看吧。光口头夸还不够啊！为了讨好董王，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设立美国优先奖，首位获得者正是特朗普。说好的三权分立民主纠错呢？纠正的美利坚没有太阳的错误是吧？财政部长贝森特也不甘落后啊，为纪念建国250周年，要发行印有特朗普签名的纸币，这是美国史上首次在纸币上印有现任总统的签名。甚至在美伊冲突高度紧张时刻，白宫还专门搞了个官方 APP， 用一堆莫名其妙的马赛克照片给这玩意儿拉热度。请注意 ，APP 纯发营学新闻，没有任何政务功能。我试了下，真绷不住，含特量100%。最搞的点是给特朗普总统发短信，它会自动生成 title， 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替用户赛博拍马屁。我知道肯定有人想去骂几句，但根据技术大神发现啊，白宫 APP 每4分钟调用一次你的 GPS 定位，慎重啊，慎重。这一通彩虹屁吹下来，难怪董王都开始嫌弃 MAGA 口号不够赢了。此处我有一联，上联推文多，嘴巴大，最后通牒成笑话；下联战机坠，马润出，帝国坟场舞台铺。虽然战机接连坠落，防空偶尔色弱，盟友运筹帷幄，川皇盈血广阔，但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呢？选项一，谈判，双方能否在各自红线与底线间找到都能赢的模糊带是和谈的关键，但目前看不可能啊。美国的15点和平计划如下：要求伊朗放弃扶持代理人，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限制导弹数量1000枚等，相当于让朗子哥脖子伸到美国牌虎头铡下，什么时候砍全看董王心情。而伊朗也列出了5项停火条款，核心就3条：一、美国承认伊朗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二、承认发动战争并支付赔款；三是确保不再侵略。这无异于逼美国承认战败，董王敢答应，立马会随机刷新枪手，请他去陪肯尼迪。这俩能妥协的难度不亚于在精神病院战胜火云邪神。此外抛开董王信用为零，谈了也是白谈不谈啊！是的，刚才是个绕口令。虽然大家都关注美伊，但发动战争的是特朗普，决定如何结束战争的却不是特朗普，选择权在以色列，以色列不认就无法执行。董王刚说不打民生设施，隔天以色列就炸电厂了，现在已经开始炸大学、炸游乐场了。再退一步讲，在哪儿谈呢？以前卡塔尔当第三方，现在已经被炸的举法国国旗了，和谁谈呢？谈完不会被以色列一锅端。总之，伊朗输了国破家亡，美国退了万劫不复，以色列停了永无宁日，哪怕想谈也都没法谈。
那么就剩选项2，也是目前唯一能让大家提起兴趣的天兵冲滩，打完再说。目前地理波里和全10号2栖登陆舰带5000马润即将抵达，第82空降师2000名伞兵也已出发。最新消息是五角大楼开始发动员令，调动马润和预备役了，气氛已经到这儿了，1万对9000万，要是再闹，川黄现在骑虎难下，必须找个台阶，所以天兵至少要夺个岛，搞个插旗行动才能宣布赢。但说实话，这条路非常凶险，一是小弟不帮忙26日董王在内阁再次点名批评英国首相斯塔默，嘲讽英国航母是玩具，指责北约拒派军舰是纸老虎，还喊话沙特小萨勒曼要拍他马屁。二是对手太多，比如央视一直不报道的小弟伊拉克，这块前总统小布什出钱出力培养的自由民主福地，在美以伊混战以来，由于美军越境空袭什叶派民兵武装，24日伊拉克总理苏达尼授权人民动员力量遭到攻击时可以行使自卫权，等于事实上参战。更雪上加霜的是28号胡塞武装也宣布参团。请注意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小军阀，实际上胡塞武装实控也门1/3领土和前首都，麾下3000万人口，还扼守红海曼德海峡。2015年沙特纠集全套美械的15万海合会联军，连门都没打进去，最终上交碎币一盒。25年美利坚天兵一鸣惊人的几大实力，杜鲁门号的大黄蜂被护航军舰击落，1架大黄蜂着舰失败坠海，没2天第3架大黄蜂从机库滑入海中，都是和胡塞交火期间发生的。有的事没上秤不到4两，上了秤1000斤都打不住。伊朗这个4面环山的地形，作为帝国的最后一舞，是个完美的舞池。3月20日，美债突破39万亿美元，因市场大规模抛售，导致10年期美债收益高达 4.45%。28日，全美爆发大规模反对特朗普的拒绝国王抗议，参与人数破900万人，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单日非暴力示威之一。在如此内外高压下，特朗普的退路已愈发狭窄。现在美国40%的军事力量聚集中东，我有预感接下来1-2周可能会发生本次冲突以来最大转折，也许我们将真正见证改变历史的时刻。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我是星辰，我们持续跟踪。